時至今日，被奉為西餐美食聖經的米其林指南，總共收錄了18721家餐廳，其中1星餐廳有3100家，3星餐廳卻只有157家。同樣是被那本倫泰人紅寶書認可的餐廳，這中間相差的2顆星星，究竟是差在味道，還是差在那些我們看不見、摸不着的地方呢？嗨，我是喜歡帶你們探尋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一起，我們去巴黎新晉獎獲米其林3星的 Le Gabriel 餐廳，探尋米其林星星的奧秘。這裡的環境真的是非常的棒哈。Le Gabriel 其實是巴黎很出名的一個頂奢酒店，叫 La Réserve 的下屬餐廳。米其林3星嘛，也算是頂奢酒店的標配了哈。它所在的位置呢，隔壁就是香榭丽舍大街和總統府，可以說是巴黎的黄金地段吧。然後主廚 Jérôme Banquet 呢，他是一手把 Le Gabriel 從1星帶到2星，再在2024年帶到了3星。這種白手起家的 chef， 一般來說在業界是更受尊敬的，非常厲害的這麼一個角色。我跟肉上我們倆是非常喜歡布列塔尼菜的，所以今天真的是想看一看这位新晋的米其林3星大廚到底能把他的家鄉菜做成什麼樣子。因為是第一次造訪，我們選擇了中午的4道菜短套餐搭配酒水，完整的主廚套餐和特別套餐啊都是7道菜的，價格分別是310歐和398歐。這支香檳呢是他們的酒店家族所擁有的一個酒莊釀的，是100%夏多內白中白，是很清新的，很多蘋果香的一個酒。酒水上齊，開胃菜也陸續登場。米其林的經典3道式小點，咱們頻道的老夥伴應該不陌生啊。這一道我覺得好像在哪兒見過。難道布列塔尼的廚師都喜歡做這個 pomme soufflé 嗎？氣泡土豆。它這個裡面就沒有甜東西，還有就是純的紅椒薯片的感覺。這其實有點像我們很喜歡吃的一個英國品牌的薯片哈，3個男的抱着一個辣椒。如果你們知道是哪一款的話，我覺得也很像我們貴州的天使兔肉片啊，確實有點像天使兔肉片。然後是這個小塔，這個魚子醬是真沒少給哈。哇，還墊的是一塊山藥，魚子醬的鹹鮮味沒有別的東西去搶，然後有黃油的香味。這道是一個小的貝肉哈，它用了一些布置小洋蔥、檸檬薄荷，還有一些白葡萄酒和生蠔水做的果凍。我蠻喜歡的，非常的精細哈，但是這一口說實話就是有點太小了。但作為開胃，我覺得還不錯，就很清爽。它這個白葡萄酒做的凝膠，它還是切成正方的方形的，我真的覺得有點費工費時。前菜第1道到來，有2位試餐員以近乎滿分的同步率同時呈上，而一上桌啊，便是主廚的招牌之作。這是一道圍繞着朝鮮薊展開的料理，主體是朝鮮薊的花心，採用南法傳統的油燜手法，再配上經典的法式白黃油醬汁。但它之所以能成為招牌，真正的噱頭是藏在對蔬菜的處理方式中。說是主廚年輕遊歷到土耳其的時候啊，發現當地人會先將南瓜浸泡在石灰水中，再去皮燉煮，而其中的奧秘就在於石灰水一方面可以鈍化蔬果中的單寧，讓酸澀感徹底消失。另一方面，鈣離子會與果膠發生交聯反應，使蔬果即便久煮依然能保持爽脆、不塌不爛的口感。而在我們國家北方的嗆柿子和南方的冬瓜糖制作當中，也都運用到了完全相同的原理，不同的文化卻走向了同一條技術路徑，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了。回到主線，主廚回到法國之後啊，便將這套手法系統性的引入到了自己的料理當中，這是他主廚生涯年輕時真正立身的起點。哇，是我吃的法餐裡面最酸的一道。確實啊，這道菜的酸調非常明顯，原因主要有幾個。首先啊，羊雞是用醋和罌粟葉去燉煮的，有點類似於咱們油燜春筍的做法。醬汁呢，又是白葡和黃油調配的白黃油，所以這2個都是酸調非常濃的搭配。這也讓我理解了為什麼我在網上看到有很多人評價說，就這家餐廳整體評價就1個字酸。然後還有就是他說的，非常建議我們面包來擦盤，讓我們來試試。它這個布里歐修很有意思啊，它是在烤好了之後，上面還撒了面包糠，過了一道油。它給到的其實是一種類似於剛出爐的油條的感覺，外面是極致酥脆，裡邊是超級鬆軟的。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稀薄精華的面包。我覺得配面包剛好哎，確實配了面包，它的酸感馬上就降下來了。而且你們看哈，服務細節，因為面包很油，它就配了擦手巾。主餐面包登場，这是由法國最傑出工匠 Moff 出品的蕎麥酸面包，配上呢，當然要是布列塔尼黃油了。
我覺得布列塔尼的黃油會更黃一些。飼料裡邊貝塔胡蘿蔔素含量高的話，它的黃油產出來的奶就會黃一些，所以造出來的黃油也會更黃一些。非常非常濃的發酵黃油的味道，微酸偏酸奶的這麼一個感覺。我今天吃的好脆，就是簡單純粹的好吃。主菜的第一道是海鮮多寶魚啊，絕對是一張安全牌，火候、質感、完成度皆在預期之內。配菜嘛，依舊是招牌石灰水處理過的胡蘿蔔。不過有意思的是，這個菜單中寫着用酸薑調味的醬汁啊，確實讓我和肉嫂一秒回到了家鄉。你嘗嘗那個醬汁，是不是魚香味？我媽就這樣做魚的，魚香味。嘗了一口它這個醬汁，我就猛然的發現，它的薑應該是有發酵的，泡薑。对，你能吃得到那股發酵的回味在裡邊，就是跟我們自己做的糟辣椒尾調是一模一樣的。有糟辣椒的味道。所以世界美食都是共通的。我很喜歡它那個多寶魚的質感，這種經過慢煮出來的就很難出錯，這道魚香多寶魚就成了。泡菜是怎麼做？哇，它確實是浸煮的方式把它煮的超級軟爛哎。這個時間應該是非常非常長啊！我太喜歡它這個魚香醬了。它的那個胡蘿蔔絲兒也是用泡菜的方式做出來的，脆脆的。我的魚香大麵包，愛了愛了。主菜的第二道是禽類，搭配了牛肝菌、孔泰奶酪的小塔。它這個真的是剛剛斷生的熟度，你們可以看到哈，它是剛剛結束它的粉紅色的這一塊，然後皮也是煎得非常的焦脆的。一開始看到這道菜的時候，特別是雞胸肉這種東西啊，我最怕的、最擔心的就是他把這個雞肉做得太無聊了。不過他通過幾個點哈，第一個就是發酵牛奶去嫩化，它雞胸肉是非常非常多汁兒嫩的。然後還有就是他把雞皮煎得非常的焦脆。味道的話，跑山雞雞有雞味是沒有任何毛病的。配他烤的雞骨做的這個肉汁兒啊，也是非常的原湯化原食的感覺。然後它的醬汁裡還放了一些鮮的核桃碎在裡邊，增加了一種堅果的香氣跟口感，中規中矩吧。但是你要說特別出彩呢，其實也並沒有。我一口吃不下。它配的這個小塔非常非常的香，牛肝菌給的足夠多，奶酪給到了一種鹹鮮熟成的那種層次感。這個塔我喜歡。總結下來呢，就是米其林3星的角度上來說及格的。主菜環節結束，接下來啊就到了傳統法餐最具代表性的保留節目——奶酪盤。不過，当試餐小哥將盛滿奶酪的大理石餐車推過來的時候，還是讓人不由得一愣。不只是數量，這裡奶酪的選品完整度和品質啊，可以說都是非常的完備了，確實是米其林3星該有的水準。一共給了我們7種，然後配了2種不同的果醬，當季的奶酪。而且他專門說過，山羊奶酪最近不多，是因為這個季節山羊都把奶拿來餵他們的小寶寶了，能吃到的山羊奶酪就只有這一種了。它很少能夠做到水分這麼的乾，但這個真的是已經乾到跟硬質奶酪差不多了。哇，這個羊奶的味道好濃，很綿密的感覺，但是它的羊膻味其實並不重哎，腥哎，就你乾咬一口這個，它的油脂非常的厚，它會慢慢的在你的嘴巴裡那個味道會打開，還蠻不錯的。配一點果醬試一下。然後在法國吃羊奶酪哈，其實經常是會配一些水果類的東西的，像我們最喜歡吃的一款羊奶酪就是配的有木瓜乾跟那個菠蘿乾的。今天的話，它配的是杏子的果醬，一個是杏子，一個是李子。哇，有果味之後更突出它的那個奶味，醇厚的奶味，好香。這是冻的，它是屬於硬質奶酪的一種，類似於孔泰啊，或者是帕瑪森奶酪的那種。冻是法國非常常見的那種奶酪，很多地區都有不同的冻。這個跟孔泰的味道其實就非常的接近，熟成的堅果香，有點臘肉的味道。然後這個是一款瑞士的奶酪哈，這個明顯你就能吃出來，它的熟成時間要長得多，它會更有堅果的香味，泥土的味道。小的时候沒吃過奶酪，我奶酪的想象就是那個湯姆傑瑞的，對啊，就硬質奶酪就完全符合了傑瑞喜歡啃奶酪的那種想象。而且這裡邊你就能吃得到結晶巧克力，朋友們，這個就是血統純正的藍溫奶酪啊。非常非常濃的那種霉菌的味道哈，就是南方地下室就是這種味道，泥土跟木頭的那種香味。
其實這個藍紋的異味並不大，苦味其實是比較重的，它有很悠長的這種後味，你哪怕把它吞下去了，你的嘴巴裡它可能還會停留個半分鐘、1分鐘的樣子吧。性格非常非常強的一個奶酪。然後這一款啊，說是主廚很愛的一款布列塔尼本地的奶酪。這個味兒也挺重的，就你能夠感覺到菌類在這個奶酪裡邊工作了很長的時間留下的那種汗臭味。你是真的都吃完了？我不吃完干完这一盘米其林3星奶酪下来的體驗哈，能夠明顯的感覺到，就是同為某一個品種的奶酪，這種經過嚴選的奶酪，在不改變風味本質的情況下哈，不愉悅的那些異味會盡可能的少，就是風味又濃，異味又少。所以其實，在法國哈，fromageri這個職業，奶酪商。对，中文翻譯其實可以叫奶酪商，真的是很類似於那種時尚買手的這麼一個角色，就是從茫茫多的品牌和奶商和奶農中間挑出那些好的。法國的奶酪真的太多了，所以在法國評價一個社區或者是一個住宅區好的標準哈，一定是這個社區或住宅區有一個好的奶酪商，有一個好的麵包店，有一個好的肉鋪，是那種賣火腿香腸的那種。下戶記，所以就法國人對吃的這種執着哈，某些方面還是挺誇張的。吃的相關的。最後來到咱們頻道的慣有舒適區甜點環節。說實話比較簡單粗暴，他用同樣的這種浸煮的手法做的獼猴桃，就沒有那麼多花裡胡哨的層次，但是整體呢其實是非常清爽的，非常有果酸的那種感覺。紫蘇跟獼猴桃的味道哈，其實還蠻搭的，很搭哎。紫蘇其實跟很多水果都蠻搭的。我覺得它構思不粗暴，味道是很和諧的，很和諧的。而且我很喜歡的一點是在一餐收尾的時候來一個這種清爽一點的甜點哈，走的比較沒負擔。而且我覺得他家那個利口酒還蠻喜歡的。下水是，那個是一種蕁麻做的利口酒，所以是會有很濃那種青草香，草本味。那就又和紫蘇又和獼猴桃又搭了。然後送我們的這個小的巴伊布海斯的花生做的，來這個巧克力1人1半。你別說，它這個小小車輪泡芙，層次還蠻多的。它裡邊甚至還埋了一個迷你泡芙在裡邊，而且它的這個焦糖花生帕里內，它還保留了花生皮的，所以其實它那種苦香味會更濃。好濃的花生。隨着咖啡和小點的到來，我們這一餐也算是正式結束了。午餐也是吃了差不多3個小時，總共消費是407哦。好了，我們現在已經出來了哈。簡單總結一下，首先我覺得要回答咱們視頻開頭的那個問題哈，從性價比、菜品、服務3個方面來講吧。性價比，說實話不算高，定價在米其林3星裡邊算中上了，但是標準套餐的溢價實在是太高了。而主要的問題還是出在菜品上，簡單了一些，畢竟不是它的招牌套餐，這個也可以理解。不過你相比之下的話，不管是巴黎本地的，還是我們之前去布列塔尼城堡吃到的那家哈，你們應該都能看得出來區別。而且就布列塔尼菜系來講哈，之前帶你们去的布列塔尼城堡那家米其林餐廳的含金量還在上升，同樣是150歐的一個套餐價格，菜品種類豐富度完全不在一個維度。雖然 Le Gabriel 有他主廚的招牌菜系，比如說石灰水處理過的蔬菜，但是我說實話，在如今這個料理手法和工具都空前豐富的年代，它並不能說服我去支付這個溢價。而服務方面的話，我覺得米其林3星的服務這個是沒話說的，從非常多的細節你就能看得出來哈，無論是在餐桌的布置，然後法餐標準的桌邊服務、醬汁服務，對細節的追求哈，就客人的視角來說，除了吃喝之外，其他的動作基本上都是由服務人員輔助你來完成的。然後第二點呢，就是它的所有的服務一定要講究一個嚴苛的儀式感，就比如說4人桌的上菜，那就一定是4個服務員同時把菜端上去，同時揭開蓋子，同時倒上醬汁，一定要講究一個 timing。你能看得出來，米其林3星對服務標準還是非常嚴格的。這裡又要把我們之前那家城堡的米其林1星拿出來說了哈，從
服務細節來講，它雖然是米其林1星，但跟這家3星我覺得都沒有差別很大。90分跟99分之間的差距，有多少人願意支付這個溢價呢？打一個問號。所以我對今天這家餐廳的評價呢，就是如果你有預算想來體驗一下巴黎的這種米其林3星餐廳的氛圍和服務的話，它是一個還 OK 的選擇，並且我只建議你點主廚招牌套餐。然後作為場地來講哈，La Réserve酒店這種奢華私密，然後富有儀式感的頂奢酒店也還是很有加成的。但是如果你是纯粹追求美食，那巴黎性價比高的地方啊，比比皆是。大致就是這樣。好了。不知道你們今天最喜歡的是哪一道菜呢？歡迎彈幕留言評論告訴我，也非常歡迎你們把這期視頻轉發給你身邊喜歡米其林餐廳、喜歡法餐的朋友們。如果你還喜歡這期視頻的話，請記得一定要幫我們點讚、投幣、收藏、轉發，一鍵3連。如果你還想跟我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麼請你們記得一定要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那麼咱們這期視頻就先這樣，下期視頻再見，Peace out。